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昨天发了一个比较吊诡的事情，就是原本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动的预告，那这个预告呢，其实只有在1002王国有看到而已，但是它是在最强执政官下面呢，就有那个活动是长这个样子的，军器冲刺。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时间是10月16日到12月5日，所以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活动的时间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了，差不多有1个月半的时间，并且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截图啊，就是在最强执政官的下面，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游戏的画面就变回这样子了。不过刚好我有做到一些截图啦，也是有看到它的游戏规则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多数人可能看到这个界面就觉得说，哦，有新的活动了，明天就要到了，所以他们就没有特意的去点开这边的规则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这边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啦。但是既然官方他们把这个活动下架了，也就是说可能规则上有一些问题，又或者是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就把这个活动给移除掉。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讨论而已。如果之后他推出了这个活动，然后它的规则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话，那也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它还没有正式推出，这个也只是预告而已。只要活动没有正式推出，给玩家正式使用之前，都算是合理的改动，而不是暗改。OK， 那首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到匠心金币、匠心银币，就有2个东西。另外一个则是活动商店兑换军器道具和专属铭文军器，所以它可以换的东西还蛮多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这个就是它所谓的金币，另外一个就是它所谓的银币，它们的样子是长这样，就是有一个号角的图案，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一般所完成的活动这样子，这个是通过你完成任务然后拿到这些硬币，至于这个就是我们的兑换商店，就这么简单而已。 OK， 我们来看一下规则。不过我这边的规则只有英文版本啊，那中文版本的话我暂时没有。那上面这边所描述的就是讲这个活动的内容，也是跟前面我所讲的一样，就是你完成活动之后，你就可以拿到那些硬币去兑换军器的道具还有专属铭文。在活动期间，你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提升你的任务等级、你的活动等级，还有解锁新的奖励，但是要通过就是7天的任务挑战还有赛季挑战来完成哦。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这个活动要这么长时间呢，差不多1个月半的时间，也可以说这个活动差不多要进行2个月了。它的情况有一点像之前我们博物馆的活动啊，就是很长时间给你慢慢去完成，然后拿到一些硬币才去解锁你的博物馆。那这里就有说到7日的挑战，就是限时的挑战，会在倒数时间结束的时候刷新，刷新之后如果你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是已经完成的任务但是没有领取经验值，它这个经验值是拿来提升你这个活动的啦，都将失败，所以记得要及时操作，就讲你们完成后记得要领取啊，没有领取的话它就当做是作废了。第3点，玩家可以在商店中使用宝石购买经验道具提升等级，也可以直接使用流光彩券拿，你看是不是我的讲要用钱哦，购买经验提升等级，就讲还是要花钱啦，要么你就花宝石，要么你就花钱。但是你这个花钱跟花宝石呢，不是直接拿到一些军器道具，它这里只是说拿到一些经验值的道具而已。那这边还说到，如果你们购买了这个礼包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到除了基础奖励之外还有额外奖励，这个相当于是我们7000宝石活动，然后旁边又多了一个可以用钱购买的项目，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我搜索一下这个礼包好了，那么我搜索了一下，暂时是没有看到这个礼包介绍的，所以估计这个礼包应该是新的礼包，又或者是他写英文啊，所以我也不确定他这个礼包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去看了有一些玩家分享的中文版呢，这个礼包的名字叫军器秘宝，但是不确定这个礼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可能有军器的自选项，有洗炼石或者是重置石之类的，我不确定。再来第5点，活动结束之后你没有领取的秘宝奖励会直接发送到你的道具之中，但是如果你没有用到那些金币跟银币的话，它们将会被回收，所以你们记得把你们那些金币跟银币花掉，不然被回收的话就等于没有了。血本无归。第
6点啊，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啊，尤其是那些很喜欢突然间移民的玩家，如果你移民到其他的王国，这个活动会立刻结束。但是如果你们是从王国移民进去失落之地，或者从失落之地那边移出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你一去到其他的王国的话，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就讲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多数的玩家应该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是不能移民的。接下来就是关于活动商店呢，上面全部讲的是我们怎样获得那个硬币，怎样去兑换而已嘛，是不是？那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商店的事情，消耗金币跟银币就可以兑换军器道具和专属铭文军器。那么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废话来的，就是讲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活动中拿到的硬币去购买你们要的东西。这边的说明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这边购买商店的方法有一点不太一样。他这边就有说到这个商店可以购买的道具次数跟玩家军器的类别，那就包括你们4个部位啊，已经累积获取的专属铭文军器的数量有关。玩家已经拥有的专属铭文军器数量和征服赛季其他的玩家数量差距越大，可以购买的次数就会越多。它是指我比较多，我就可以买到比较多吗？还是说我的专属铭文比较少，我才可以买到比较多的这个专属铭文？那我是觉得说，如果官方他们是真的想要让一些玩家跟那些大佬的差距越来越接近的话，他就应该要让那些比较少专属铭文的玩家更容易的在这个活动中获得专属铭文，反而那些很多专属铭文的玩家在这个活动中会更加难去购买，或者是他购买的次数会比较少一点。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但他这边只是说你们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可以购买的次数越多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他这边所说的差距到底是你比较多还是你比较少，所以他这个规则其实也不是说的很详细啊，有一点模糊啊。那么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去看到它的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它的难度有多高，所以也不好评价这个活动到底对一般玩家来说友不友善。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啦，它有一些经验值呢，你是可以通过宝石或者是购买礼包去获得经验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商店有说就是玩家之间的差距可以购买的次数有影响，还有移民的事情哦，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那它的规则大致上是这样子啊，但至于这个活动如果正式推出的话会变成怎样，我就不确定啊，因为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活动有下架了，就是有它的问题存在，有它的理由存在，而且也是要等到它正式推出之后，我们才可以做更加详细的分析。但是呢，我这边做一个假设好了，因为在它刚刚的规则里面有说到，如果玩家拿到的专属铭文军器数量越多或越少，之间的差距比较大的话，拿到的数量会不一样嘛。那我们做个比方，假设说它是以 F2P 作为考量，就比方说我们 F2P 可以在商店那边购买可能10个，然后 Pay to Win 它只能买5个。但是我们刚刚有看到规则里面有说到了，其实那个活动呢，你可以通过用宝石或购买礼包的方式去完成，去拿到经验值嘛。也就是说，如果是 F2P 的话，它可能完成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它最多只能自己去购买到，比方说3个好了，就变成说它还有剩下7个没有办法购买。但是如果是 Pay to Win 的话，它可以很轻松的去完成嘛，它有大量的宝石，又或者是它可以直接去购买礼包完成，可能对他来说买10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它被限制了，它本身有比较多的专属铭文，所以它最多也就只能买到5个而已，所以它的差距跟这个 F2P 的玩家差距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多，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是拿到3个而已，然后 Pay to Win 他可能只是拿到5个而已。当然这边我只是做个比方啦，因为并不是每个 Pay to Win 玩家都有这么多的专属铭文的，就比方说可能某一些玩家他的 KVK 一直输一直失败，然后他买一些军器礼包一直没有办法拿到比较好的军器，没有专属铭文的话那么他还是有可能会像这个 F2P 玩家这样子，可以有机会购买10个，因为他的军器专属铭文的数量跟其他玩家的差距没有到特别远，所以这边我只是打个比方，不代表说 F2P 或者 Pay to Win 之间拿到的数量就是固定的，就是这么多。但是如果官方设计的情况是相反的话，就是 F2P 因为他拿到的数量比较少，所以他也只能购买的比较少，那 Pay to Win 因为他比较多专属铭文，所以他可以买更多专属铭文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变成说这个活动是完完全全让 Pay to Win 去完成的，因为他们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完成嘛，而且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因为本身可能像 Pay to Win 这个群体，又或者是某一些玩家他本身已经有很多专属铭文了，然后你还让他购买的数量
量比那些专属铭文很少的玩家还要更多的话，就变成说他们的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已，并不会缩小。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啦，不太可能。像是它的规则中有特别说明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他会比较想要让那些本身专属铭文比较少的玩家更加容易去获得专属铭文，而不是让那些已经有很多专属铭文的玩家去拿到更加多的专属铭文。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所以或许这个活动还挺良心的也说不定啊。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啦，那实际上还是要以游戏为准，等它推出了之后，我可能再做一个影片跟大家说明了，也是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活动。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活动的规则之后觉得怎么样呢？但是我觉得那种花了很多钱去购买军器礼包的玩家可能会不太满意吧，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我花了这么多钱去购买礼包，这么辛苦拿到专属铭文，然而你们只是需要完成这个活动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拿到专属铭文，可能会对于这一点上面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啦，我个人觉得。所以如果你是那一类玩家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那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的地方或有遗漏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